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西奇努先生所著的《60岁以后不要做的资产运用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60岁开始资产运用的风险；第二，60岁以上人群绝对不该购买的金融产品；第三，绝对不应签约的危险金融人员的5个特征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60岁开始资产运用的风险。我将详细解读为什么60岁突然开始资产运用会带来损失。书中列举了5个原因：一、金融商品的90%对60岁以上人群毫无价值；二、金融机构为何将60岁群体视为猎物；三、不理解金融机构如何盈利的根本机制；四、混淆了资产形成与资产运用的区别；五、手头有大笔资金反而会带来风险。接下来，我将逐一具体分析每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，金融商品的90%对60岁以上人群毫无价值。根据本书的观点，60岁以上的长者往往选择了不必要的投资项目。许多人在开始资产运作时，抱有自己不会被骗的侥幸心理。然而，现实是，投资者原本的理财目标与金融机构推荐的产品之间经常存在着偏差。即便投资者自认为理解了金融产品的内容，但销售人员却可能忽略关键部分的解释。金融机构的外表和长期合作的关系很容易让人产生信任感，然而这种信任往往是误导性的。很多人在金融机构购买的基金产品，看似符合长期分散投资的理念，但背后的管理费用非常高。如果管理费用超过了收益，那就变成了本末倒置。因此，作者警告我们，不要轻易接触金融机构推荐的投资理财产品，避免购买那些对60岁以上人群而言无用且效率低的商品。第二个原因是，金融机构为何将60岁群体视为猎物？据统计，在日本与金融交易相关的纠纷中，大部分都涉及60岁以上的老年人。金融商品交易法明确规定，银行、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必须根据客户的知识、经验和财务状况，避免向其推荐不适合的产品。然而，现实中许多老年人的金融纠纷都围绕该原则展开。这些纠纷的核心问题在于，客户往往是在销售人员的建议下进行投资的，在遭受亏损后才开始深入了解产品的风险和结构，这使得不少客户会感到自己受骗，从而引发了纠纷。选择一个值得信赖并能托付重要资产的金融机构，是人生中的一个关键决策。然而，银行或证券公司的客户经理真的就是这种理想的信任对象吗？许多人因为与金融机构长期合作，或因销售人员的热情服务而将自己的投资交给他们管理。这种情感依赖虽然可以理解，但也要警惕。许多老年人在亏损后才发现自己未被告知相关的风险，从而导致了纠纷的频发。因此，在投资之前，老年人必须学会如何有效管理资产，不能只依赖他人的建议，而应通过自身的判断来做出决定。本书列举了近年来老年人金融纠纷增多的3大原因：一、金融产品和服务结构愈加复杂。现代金融产品设计得越来越复杂，许多产品的盈利机制和潜在损失难以让人理解。客户在不完全了解产品结构的情况下贸然进行投资，极易遭受损失。二、客户知识和准备不足。尽管政府鼓励民众从储蓄转向投资，但大多数老年人缺乏基本的金融教育，也不具备足够的金融素养。习惯于储蓄的投资新手，常常通过简单的网络搜索后就开始投资，这无疑是非常危险的。此外，老年人对互联网的使用不熟练，更容易依赖销售人员或金融机构来处理投资决策。三、银行和证券公司员工是销售专家而非投资专家，金融机构的销售人员并非真正的资产管理专家，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完成销售目标，因此他们推荐的产品往往是公司设定的销售计划的结果，而非基于客户的最佳利益。即便某些销售人员具备能力和知识，他们也必须遵循公司要求去推广特定产品。正因如此，那些拥有很多退休金
或多年积蓄的老年人，自然成为了他们的理想客户。第三个原因是不理解金融机构如何盈利的根本机制。为了避免成为金融机构的理想猎物，我们必须时刻牢记，金融机构不是慈善组织，而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机构。当然，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并不是骗子。然而，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个人员工的诚信，而在于金融机构的商业运作的机制。对于金融机构而言，无论客户的投资是盈利还是亏损，他们都会通过特定的机制来保障自己的收益。手续费便是他们的主要利润来源之一，因此他们更倾向于推荐能够带来高额手续费的产品。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，金融机构不断推出新的产品。过去只面向大客户的海外投资或高端金融服务，如今也逐渐开放给普通的投资者。然而，这些产品的结构往往十分复杂，其中暗藏金融机构为获取手续费而设计的精巧机制。此外，大多数客户在咨询资产管理时接触到的多是销售人员，而非理财或投资专家。这些销售人员的任务并非优先推荐适合客户的产品，而是销售对公司有利的产品。因此，我们在进行资产管理时，必须具备基本的理财知识和判断力。依赖他人代为管理资产并不可取，只有通过自己的学习和思考，才能真正守护好您的财富。第四个原因是混淆了资产形成与资产运用的区别。年轻一代和老年一代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，是要进行资产形成，还是要进行资产运用。如果没有正确区分这两者，就有可能在投资中遭受巨大的损失。对于年轻一代来说，他们暂时没有大量的资产，但未来收入肯定会增加，并且有20至30年的时间可以逐步积累资产。因此，年轻人可以承担一定的风险，更适合选择长期资产形成型的投资产品，如股票投资或以股票为主的投资信托。最近，定投股票型指数基金作为长期投资的方法也很流行。然而，有些老年人误以为这些适合年轻人的投资方法也同样适合自己，盲目跟风投资。但遗憾的是，这类资产形成型的方法并不适合老年人。作者对此做了明确的说明。老年人需要采取与年轻人不同的资产运用方式。大多数老年人已经退休，收入不会再增加，但相较于年轻人，他们手头有存款或退休金等较为可观的资产。因此，对老年人来说，稳定的资产运用比追求资产增长更重要。资产运用的重点不是增加财富，而是守住已有的资产，避免贬值或亏损。老年人应当将债券为核心进行资产分配，并规划部分资金的现金化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同时，考虑到年龄因素，尽量选择简单易管理的投资方式也非常重要。然而，许多老年人因缺乏投资知识，误入了适合年轻人的投资产品或服务，结果导致了失败。因此，我们必须重视并正确理解资产形成与资产运用的区别。希望通过这次的讲解，能够帮助大家重新认识并区分这两者，避免类似的投资错误。第五个原因是，手头有大笔资金反而会带来风险。现如今，针对年轻人如何积累资产的信息非常丰富，然而这些信息大多针对的是没有太多金融资产的普通人。但对于已经拥有一定资产的人群来说，相关的信息就变得非常稀缺。因为这一群体的规模相对较小，所以很少有针对他们的公开信息。因此，老年人在做资产运用的决定时，往往只能依靠金融机构的建议，这也使得在产品之间进行对比选择变得困难。很多老年人因此容易听信银行或金融机构的推荐，不经思考便购买了一些并不需要的金融产品。此外，年轻一代通常没有足够的闲置资产，无法购买一些高级的金融产品，但老年人因有了退休金等储蓄，较容易购买这些产品。因此，银行和证券公司会把这视为赚取手续费的商业机会。针对老年人推出的金融产品的宣传材料，往往制作得非常精美吸引人，
让人觉得这些产品比实际的更为优秀。事实上，个人资产运用业务的本质是通过客户支付的手续费来运作的。宣传材料做得越精美，意味着投入了更多的成本，而这些费用最终都来源于客户支付的高额手续费。因此，老年人不应该被广告或宣传册的外表所迷惑，进而抬高对产品的期望。重要的是，客观地评估该产品是否在自己能够接受的费用范围内，并且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运用效果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60岁以上人群绝对不该购买的金融产品。随着金融产品的种类越来越多，与10年前相比，如今的产品不仅更加丰富，也更复杂。尽管有些产品确实实用，但也有不少产品隐藏着风险，容易引发纠纷。那么哪些金融产品是60岁以上人群绝对不应该购买的呢？本书重点介绍了2个需要特别警惕的产品：一、已经过时的主题型投资信托；二、提前解约会导致亏损的民间保险。接下来我们逐一分析这些产品的问题。第一种金融产品是已经过时的主题型投资信托。主题型投资信托是一种基于热门技术或行业趋势的投资工具，专门购买与某一特定主题相关的股票。例如，在疫情期间，许多投资信托专注于生产口罩的企业或提供远程工作服务的公司。然而，这类产品背后往往隐藏着多重风险。问题一：流行背后隐藏的高费用。尽管这些主题型投资信托看起来前景良好，但作者指出，他们往往只是在追逐潮流，而且手续费相对较高。类似的产品也比较多。投资信托大致可以分为2类：运作成本低的指数基金和运作成本相对较高的主动型基金。主题型投资信托属于后者，即高成本的主动型基金。由于其关注的是社会热门话题，使得投资新手容易理解。然而，这种简单性反而可能成为一个陷阱。问题二：内容与主题的脱节。主题型投资信托往往只重视话题性，有时投资组合中包含的股票并未真正与主题相关，反而是为了分散风险而加入了与主题关系较小的股票。这导致部分主题型投资信托的分散程度过高，接近于指数投资的状态。如果几乎是指数投资，那就没有必要选择运作成本更高的主动型基金进行投资。问题三：短命与绩效问题。主题型投资信托往往无法长期维持增长，许多情况下生命周期短暂。由于一开始就将股票限制在特定主题上，当热潮结束时，投资绩效就会急剧下降，导致短命的结果。由于较高的运营成本，这些投资信托在中长期的表现通常不及指数投资。因此，我们应该警惕那些看似简单易懂的产品，背后往往隐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。在投资时，务必要谨慎，避免轻易跟风。第二种金融产品是提前解约会导致亏损的民间保险。如今，保险似乎逐渐成为金融产品。生命保险的目的不再是领取保险金，而是成为一种投资。原本保险是为了应对风险的，但现在却因为投资而承担了更多风险。一些保险产品会将缴纳的保险费的一部分用于股票或外币投资。或许有人会问，这有什么问题呢？然而，如果养老金的金额或保险金会因投资表现而有所变化，那就无法有效应对万一的风险了。原本计划的退休资金可能会缩水。此外，这类保险型投资产品还会扣除运营手续费。通常情况下，保险是不应扣除手续费的。如果在中途解约，还可能会遭受解约扣除。因此，普通的保险应单独购买，投资则应通过普通的共同基金或债券来进行，这样进行运用会更加灵活，也更合理。尤其对于老年人而言，建议选择尽可能简单、易懂且不含不必要元素的产品或服务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绝对不应签约的危险金融人员的5个特征。投资有很多种策略，短期高回报的目标可以在个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，
但对于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多数人来说，基本的策略应为低风险的分散投资和适度的回报。特别是对初学者来说，不应该追求投资的暴利梦想。尽管如此，许多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却会巧妙地使用甜言蜜语，向大家推荐高风险、高回报的产品。追随这些诱惑是非常危险的。因此，在本视频的最后，我将给大家介绍绝对不应签约的危险金融人员的5个特征。这5个特征是：一、只谈好消息而不提及风险或损失；二、成本说明模糊，运营费用不明确；三、将过去的业绩描绘得像永远会持续下去一样；四、说明复杂，听了多少遍仍无法理解；五、不考虑生活规划而推荐产品。接下来，我们将逐一讨论这5个特征。第一个特征是只谈好消息而不提及风险或损失。投资中并不存在单纯的好消息，任何投资都有可能亏损的风险。投资的本质就是即使存在一时的亏损情况，但追求的是长时间整体的盈利。因此，销售人员应该适当的解释客户所能接受的风险，并重点讲解可能会发生损失的情形。对于那些不提及的负面情况，只一味宣扬好处的工作人员，建议不要轻信他们的说辞。只谈好消息的金融工作人员是非常危险的。第二个特征是成本说明模糊，运营费用不明确。金融机构销售的许多产品，运营成本通常在年率1%到2%左右，这使得负担非常沉重。特别是在长时间持有金融产品的长期投资中，必须对运营成本保持敏感。投资信托将投资增值的资产再投入到下一轮投资中，以实现复利效果，从而预期获得巨额收益。然而，如果运营成本过高，实际回报会下降，复利效果将受到影响。即使是微小的差异，5年后、10年后也会显现出巨大的差距。因此，对于那些在运营成本方面说明较少的工作人员，请务必保持警惕。若连核心部分都不讨论，实在是让人无法信任。第三个特征是将过去的业绩描绘得像永远会持续下去一样。投资没有绝对的保证，100%盈利的说法是绝对不可能的。然而，过去的业绩良好，往往让人对未来的运作成果抱有期望，常常会让客户感到安心。因此，对于那些将过去的良好业绩作为未来承诺的工作人员，请务必要提高警惕。第四个特征是说明复杂，听了多少遍仍无法理解。书中作者认为，避免复杂的金融产品是金融素养的第一步。对于很多在学校没有学习金融的人而言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门槛仍然较高。许多人在不理解的情况下就购买了被推荐的产品。最危险的情况是，明明不理解却假装理解。复杂的产品几乎都伴随着高昂的成本，因为在复杂的机制中隐藏着各种看不见的手续费。因此，投资初学者应意识到，自己应进行简单的投资，绝对不要投资于那些复杂且无法理解的金融产品。第5个特征是不考虑生活规划而推荐产品。所有投资都必须有明确的目标，尤其对于老年人的资产管理而言，考虑未来的生活规划至关重要，必须设想持续运营到何时。因此，务必牢记在进行资产管理时，要始终考虑到未来的出口战略。最后，我想通知大家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——学识 Plus。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，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